间就交给玉清团长。好，那大家好，那今天是我们25届 WCA 系列讲座的第2集，第1集听说是在 Food House 的那个，看起来是蛮精彩的。那这边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开拓巡逻员，我们在25届 WCA 里面的所见所闻。好，那小小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字叫王玉清，那现在是台中市文山北执行团的罗福。那这次 IST 的工作选的是巡逻，对。那其实巡逻是个蛮特别的工作，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巡逻啊，今天既然要讲这个工作，那想必就得先跟你们说说看，这巡逻这工作我们到底是在做些什么事情，或者是还有就是我们要去做什么这样子。那总之呢，我们有3个确保。我们在工作在工作开始之前，我的 boss 有跟我们讲说，我们就要确保3项东西。基本上，我们需要确保人员安全、营地安全跟财产安全。那人员安全很简单，那基本上就是，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现在状况有点不太对，就是例如说他可能现在身体状况，或者是健康状况，甚至可能是精神状况，他可能看起来不是很好，那我们就要去采取行动。那第2点是营地安全。那营地安全的部分呢，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要去稍微注意一下或留意那个，就是现在设施的安全性跟它的那个使用到底会不会出问题。例如说，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记得有一座桥旁边的围栏，它其实是没有架设好的，然后后来我们就必须去拿这些竹子去把它，然后拿绳子去把那个把线拉起来。然后这是我们一开始要做的事情。那当然还要确保财产安全啊。那财产安全很简单，那就是小心小偷。那接着第4点、第5点。那第4点管理人员秩序呢，这其实就有点就是在那个，例如说开幕式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就尽管他是说所有人都可以参加，但我们还是要去巡逻。那当然我们也是要听那个指挥中心说的，那就指引人员的移动。那第5点，机动小队，那这个就很特别，这个可能原本不是我们要做，但听说这一次 IST 罢工的很多，跟离营的很多，所以我们呢就有些人就尽管是在休闲时间，那我们也会被拉去做支援。那总之，我先小总结一下，总之我们这就是个小型工具人。那对了，那我这次的讲题呢，可能会采取一些比较轻松，有点像是在聊天的态度跟你们做分享。那我的个人也是会讲比较轻松一点，各位也不用听得太紧张这样。好，那我们工作流程基本上就是有4种，基本上就是属于基本上第一个当然就是发现嘛，就是发现问题跟意识到这个好像有一点问题所在。那第2点分辨，就要确认一下这东西是否是我该管的，或者是我应该去跟 HQ 说，那个呼叫一下，说我们这边可能需要有人来帮忙，或者是说我应该先知道我该如何处理这个状况。那接下来就是介入，那有可能是现场发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或者是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东西，那我们就应该去介入处理。那处理方法其实就很简单啊，那我们处理方法基本上都是有 SOP 的。那之前处理的话，就是在一些小事情的话，就我们可以跟队友讨论一下，就好，那我们把处理，然后之后跟那个算是跟 boss 讲，这样子就已经完成了。那其实我个人觉得，在这工作真的是一个算是它是一个很有趣。那当然了，这是一个对自己需要负责，而且压力很大的职业。首先是在发现这点，就自己的观察力，光是观察力这点，我是觉得，就要蛮强。就是因为我们虽然说看起来好像就是可能是8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在那边走啊，绕啊绕，那但是对于我们所要巡逻的那个区域，我们就要一直去注意说，这边好像哪里不同，或者是说这群人刚才看到是怎样的情况，然后现在是怎样的情况？这里到这里听起来好像有点诡异，就是我们去注意人做什么。因为这个就跟我们之后，这跟我等一下要讲的东西比较有关系了。那现在分辨这点，
啊，这就是真的是要做自作主张，有点不能算说自作主张，就是必须要非常就是有那个思考能力，然后去决定说我应该去怎么处理这件事情。那介入的话，手段，我是觉得真的是需要一点就是真的是需要一点勇气，那才有办法去完成这些事情。那处理的话，其实还蛮简单的，那就是照脑袋内想好的，然后再加上一点沟通，就是虽然说我英文不是很好，但基本上。就算用破英文讲，那他们也稍微能够听得懂。那沟通了，那处理一下，或者是说，跟总部讲说，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然后跟他讲说，啊，我们这边怎么办？那处理完，其实这样就可以了。那首先我们来讲第一点，哎，确保人员安全，那我们应该怎么做？那由于这一次在那个什么，那25届 WSJ 里面，那我个人其实算是亲手送了九个人上救护车，那包含就是中暑的问题到情况比较难解决的。那当然，这东西呢，虽然说是说我亲手送上去，但其实也是我把那个人的状况，然后拍照，然后通知给了当地的急救站，然后他们就会那时候就会请救护车来这边，然后把他塞上救护车，然后把他送走。所以我等一下会讲那个中暑的问题，因为在这次的25届 WSJ 里面，我相信各位应该也都有所听闻，在热伤害这部分其实算非常严重的。那好了，那我们确保人员安全的 SOP。那人员安全，我们基本上有几小点。首先呢，当然是如果步骤的话，我们先讲步骤。步骤的话，基本上是3点了。那当然就是检查，就是先观察一下，哎，这人的状态是不是还好？基本上就是他有没有被霸凌、被孤立或被排挤，或者是说他能够明显的表现出就是他心情不是很舒服，或者是怎样子的情况下，那其实在这种时刻，那我们就必须介入。那介入的方法其实很简单，那其实就是我们像用关心的态度，就是去问他说，哎，那个什么，那个时候就是，哎，你怎么啦？或者是你那什么有没有需要帮忙的？那霸凌现场的话，这个是我就是那个 SOP 说，我们就必须立即阻止，然后并且那个什么那个劝导他们，然后还要就是巡逻过去的时候就观察一下，哎，这个人他现在跟他们团处的合不合啊，或什么之类的。那基本上关怀的部分就是差不多这样子。那所以简单观察人员状况，就是我们走着，然后就看一下说，哎，这个人他看起来好不好？那除了简单的这种，就是在不对，这个好像不算简单，就是在基础上，就是社交关系上，他有没有出现一些不太寻常的事情，或者是怎样子？那观察人员状况，当然包括受伤的部分，也是我们就是可以去做帮助的。那我们也是就是一样是询问说，哎，你有没有需要帮忙啊？或者是说我身上有药，那我也会一点包扎，我可不可以帮你做这些事情？那询问与介入基本上很简单，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些，就是遇到霸凌现场啊，就是立即阻止啊，给予关怀啊，或者是说问他要不要去 listening ear。那我们在这种我们知道，基本上在每一个区的中心，它旁边都一定有一间 listening ear。说句好笑的，那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那个什么觉得就是，他们在应该不是好笑，就是他们在关心人员的就是身体状况跟健康状况上、心理状况上。算是比较重视的，所以 Listen Ear 其实是我们是蛮常推荐他们去那种地方的。那我个人是没有遇到霸凌状况，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阻止。那我刚才也问了很多，就是有没有排除了其他队的队员，那他们也都没有遇到这种状况，所以所以大家也就好吧，那大家就是一样，就快快乐乐活着的，是活着参与活动。那基本上保护情况就是，如果遇到霸凌状况的话，我们必须立即阻止，并且通知他们团长，还要询问他们要不要去 listen ear。那如果只是单纯的沮丧的话，那一样这东西我们还是必须得通知他们的团长，然后关心他，然后一路送他去 listen ear，然后说明一下情况，然后我们就可以走。其实简单的 SOP 是这样子，其实做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因为人基本上你要让他信任你这点，其实是蛮困难的。那 IST 呢 ，International 那个什么 Service Team，我们这个宗旨本来就是要让大家都能够快乐进行活动，所以
这就是我们的大目标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会说一点就是热伤害的部分，因为在包括人员的受伤处理这点，我觉得热伤害占最多的。那简单的包扎这点，嗯，我觉得我等一下有时间我可以来讲讲。好，那热伤害基本上简单来说分两种，第一种是热衰竭，第二种是热中暑。那大家可能会有一点迷思，就是说，热衰竭是不是比热中暑还严重？但其实不然。热衰竭包括你只是体温上升啊、头晕目眩，或者是说，可能流太多汗啊、那脱水啊，这其实都算热衰竭。反而热中暑是整个热伤害中最严重的类型。那热衰竭呢，就很简单啦，它就是在热环境下待太久，那就一直流汗嘛，那流失了电解质啊，怎样子之类的，那全身不舒服，我们就可以说它就是热衰竭，那这个就是中暑的前兆。那热中暑的标准就高得多了，那基本上包括体温高过40度，那可能会出现晕眩，然后意识模糊跟肢体障碍之类的情况，这个就很严重，这个就真的很严重。那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都有听说那个这次在25届 WSJ 里面，其实是遗憾的那个我们有2位伙伴离开了，就一个是英国的，另外一个好像是匈牙利嘛，好像就是因为热中暑然后太严重，所以呢就离开了，这次就永远离开了童军的行列。所以热伤害其实算是蛮严重的部分。那像我自己遇到的，其实说多也不多，但是其实个个也都是不简单。那我遇到很多，大部分都是算是有点来自美洲或欧洲的童军。那他们真的比较严重，就是真的会就是躺在地上，那真的就是手捂着头，然后一脸就很不舒服。那我的处理方式呢，就是快点跑，就是发现之后，尽管那时候已经不在我的工作期间了，就因为我是上晚班的，所以我在晚上基本上是不会遇到热衰竭跟热中暑这部分的问题。那所以之后在白天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原本是我的休息时间的时候才会遇到这种事情。那我们处理方法就很简单。那说到热伤害的处理，那基本上有5步骤。那我们基本上移地、补水、平躺、降温、送医。那移地的话，当然就是移到就是阴凉啊、干爽的地方，但是当然是最好。但你应该也知道，在25届 WSJ 里面，唯一能够有遮蔽的地方，大概只剩下医院跟绿廊。那大部分的人都是已经在绿廊躺好了，很少会就是在路上头晕啊、摇摇晃晃的。那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才会去那个做帮助。因为不过也不少，也是有蛮多人就是那个能够强撑自己，然后就或者是在我们陪伴下，他就自己走到医院里面，然后就交给专业的那时候医护人员去做处理。那我们那个时候细讲一下这5点到底都是在做些什么事，还有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做。那移地的话，这个就很简单啊，例如就是移到阴凉干爽的地方，这不用多讲。毕竟如果一样在大太阳底下晒的话，当然就是让情况更糟糕啦。所以移地这点，我相信应该是不用多说。那补充水分这点，由于水分那是非常重要，但是其实会让人出现头晕眼花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它所流失的是电解质，就是包括在汗里面的一些钠镁啊之类的一些电解质成分。所以那个我们就是去参加活动的时候，就是要自备宝矿力粉啊，总之就是运动补给饮料，这种时候真的是非常派得上用场。好，那包含平躺，那躺平然后而且要抬高双脚，因为当你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脑袋，特别是脑袋，这个就要先保住，所以抬高双脚其实是让血液那时候回流头部去缓解头晕跟头痛之类的问题。那这点好像我有遇到过，亲身遇到过，就是他那时候是躺在地上，然后我就用英文问他说，就是你怎么了？你怎么看起来不是很舒服？然后
他就跟我讲说他好像有点中暑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就稍微就是摸他额头，那看一下就是真的有点烫。然后他就说他现在有点头晕。那我就跟他讲说，好，那你先平躺在这边，然后我用我的背包把那个就是垫着他的双脚，让他就是让他算是双脚抬高的状态。然后我就去，因为那时候我身上那时候多了一瓶原本是要买给我伙伴的，就是宝矿力水啊。总之，但是我自己拿给他，我就直接把整罐给他。那这就刚好说到前面补水的部分，那就是把整罐给他，就让他喝完之后，我就赶快去那个附近最近的洗手台。那我身上其实是有自备的，就是算凉感巾。那我就去用凉感巾啊，然后我就把它那个就是算冲一冲之后，我就拿回来。那接下来就讲到降温的部分。那简单就是擦拭四肢，因为四肢上其实血液很多，那其实血管更多、跟体温更高的地方，应该是在就是躯干部分，但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样子做就不太对劲了，对吧？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基本上就是帮他擦拭四肢。那如果他自己可以的话，当然就是用凉水冲身体，那让身体降温，去确保自己的身体是处在一个还 OK 的状态。那其实就到这里，那个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已经结束，剩下的就剩下就是送医了。那简单来讲，用湿毛巾擦拭四肢这件事情，它其实还算蛮严格的，就是它必须就是例如说手背，那我们可以的话就尽量不要擦，直接擦手臂，擦手背没什么用，这样擦手就是有点像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好像血管比较多，或者是怎样之类的。我是用这样子，然后顺着插下，我觉得逆着插回去，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建议这样子做，这个我有点不太清楚，但是尽量是以顺的方式这样插下来，就是不要来回插这个。然后这样子呢，就是能够让自己的就是让四肢的温度下降比较快，那当然就是比较好做到降温的效果。那其实接下来呢，就持续这样事情。持续这样子的行为。那对了，说到这里，湿毛巾擦拭四肢这件事情，其实3分钟到5分钟要就是重新再换过一次水，就是让毛巾一样维持在比较低温的状态，因为毕竟人体的温度这样会跟水这样子就是这样综合在一起。好，那最后一点就是送医啦。那10到15分钟，他躺在那边10到15分钟，如果状况没有好转，或者是恶化的话，那我们就必须马上那个时候就是送到急救站。那如果如果他情况好了，或者是说他头晕了，他站起来，他跟你说谢谢你我觉得我好多了，然后他站起来可以继续走了，然后跟你换布章，那他就好了，那你就跟他换布章，就这么简单。那其实像可能会有很多人想说，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就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直接把他送到 hospital 里面就好了呢？其实不是没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不是没办法，主要是因为其实每个地方的医院其实就是它并不是都离得很近，送过去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当然那个时候医院里面通常会有冷气、有水，然后有一些其他东西，但里面人都很多。基本上不管什么时候去不一定，下午到晚上这段期间人会少一点，但基本上早上人几乎都是大排长龙在里面等，然后那等待的时间可能就超过10到15分钟。那虽然说里面的人比较专业，但我们能够先处理的就还是会先处理。那当然这几点也是我们有跟那个 boss 说过，就是说那我们遇到中暑的人呢，我们就把他送到医院嘛，然后说他情况很严重嘛，那尽可能送到医院会比较好。他就跟我们说，那你问问看那位伙伴他现在怎么了，或者是需要怎样的帮助。有些人可能就会跟你说，我有点不舒服，你可以去帮我买杯水嘛，然后他就给你钱，那你就帮他跑一下腿因为 convenience store 好像跟医院数量是差不多的，所以也不算到太难找，就是距离有点远。那赶快帮他买完跑回来，然后给他，其实这样就可以了。那有些可能就会跟你说，那我可能想要去 hospital， 或者说我可能就只是需要原地休息一下。
那如果可以的话，那你那个什么，那你帮我去就是帮我用湿毛巾这样就好了。那其实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尽量陪他们而已。那我个人的想法，其实就只是在自己能做的范围内，尽量的去做，就是尽量的去帮忙他们。那接下来送医的话，那就是交给他们的事情了。好，那接下来第二点，确保营地安全。那确保营地安全，我们要怎么做呢？其实确保营地安全这点算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就是我们在巡逻的时候，当然一定会走到很多很多地方啊。那例如说走到河旁边啊，走到一些公共建筑旁边啊，或者是可能是某些帐篷旁，不就是某些他们架的那种大帐篷旁边啊，那看一下哪些问题，那走到厕所旁边，哎，那营地安全，这仔细想想，好像不干我们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会在这里说呢？因为虽然说设施它是设施，但耐不住它很多人用，所以其实出现了蛮多蛮有趣的情况，或者是说蛮离谱的情况。啊，等一下来看看到底有多离谱的情况。那在巡逻期间，我们需要多注意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很简单。那这个是包含就是营地安全的部分，那其实很简单。那硬体设施的完整性，这硬体设施的完整性呢，就是讲到一些比如说绿棚啊，它可能那个植物死掉，它可能没有遮蔽效果，那你可以跟他讲一下，他马上就会再叫人，然后移植一只新的植物过来。这真的就很神奇，就他们在这点的办事效率蛮高的，就刚刚讲完1个小时之后，人就来了。那例如说像地图啊，地图插在路旁边的那个什么，平面地图，它可能被别人折了，它可能被别人那个恶意破坏，然后丢在路旁边，那我们就要说，我们就会把它拍照起来说，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那我们该怎么处理啊？那他就会说，那不然的话，你们就先把这个地方记着，然后 boss 再去跟他们，再去跟他们说。所以，那硬体设施完整性其实还有很多啊，能够想到的基本上都有，像包括厕所，可能厕所门被别人拆了，厕所被恶意堵住了，在前段就是在那个什么大会刚开始最前面那段期间，就是韩国政府还没介入，那到他们还没有加派人员来清扫厕所的时候，那东西还需要我们去碰。那我们虽然说没有工具，但他就叫我们就路旁找个什么树枝啊，看能不能把它压下去。虽然说蛮不合理的，但我们还是会去做这种事情，就有点像，就在一开始，在活动刚开始之前，我们真的是一个十足的工具人啊。那为迷路的人找到他的人生方向啊，其实就很简单，就我有遇到2次，就是他问我说，你知道那个 C28在哪里吗？然后我就看了然后因为我们算是自己因为我们要巡逻啊，每个巡逻地点都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会自己存地图。然后我就跟那个什么我的巡逻的伙伴，那就帮他找 C28。其实找路这部分还蛮特别的，就是他找不到。但因为那时候我们也才刚去没多久，所以我也找不到啊。所以我们就3个人一直在看那地图讨论说，因为那个地图上面它其实写的是1、2、3、4、5、6、7、8、9、10、11区，然后到后来它才改变成 A B C D E F G，然后但是他那时候说了 C28，然后我就想C28 上红区，那我们在那边摸索那个地图的状况，所以其实活动一开始蛮混乱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有点无所适从。那巡逻期间呢，我们也需要去多关心一些管制物品的出现。那管制物品包括就是那个刀具啊、那酒啊这种，在 Safe from Harm 里面就明确限制你说，这东西你不能拿出来啊，你拿出来的话你可能就会被丢出去啊，或者是说你这个酒你不能喝啊，你喝的话，我就会直接把你赶出这个大会啊。那总之，我们也是有看到蛮多蛮神奇的危险物品啊。那我个人的话，只有遇到一些，但是也是蛮特别的。好，那接下来的话，给你们看看我在巡逻期间都遇到了哪些
有趣的事情。好，那这个巡逻叙事，那这是我们拍摄的 team，那是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拍的一张照啊。其实巡逻很多了啊，但最后罢工，那到最后就只剩下这些人。然后右边这张图呢，是我跟我的伙伴。那其实我都不知道他们的国籍是什么，对，因为我们好像除了第一天之外，第二天之后我们就被打散，所以这是我们第一天一起拍的照。那第二天之后就是又是换另外一组新的小组，那又是另外一番风景。那说到这个。右边这张图呢，其实是在就是当地的就是他们的真的是中心的地方。那地方又有点像是IST 的休息室。那这个是我们那时候在3楼的一间会客厅里面拍照。那时候我们就是有听说，就是因为我们这种上夜班，我们就有听说，那个好像他有告诉我们说，你们上完夜班啊，那因为他们也知道外面很热嘛，有点就是。可能你就是你6点回来，你吃完饭，你大太阳底下帐篷10点的时候就到53度还是58度，所以里面根本不能睡觉，你在里面睡就是在做汗蒸木啊。所以说他们也是蛮用心良苦的，但他就给你一个好的地方睡觉，就是真的有床，然后有冷气，还不错。但好玩的就是在这个那间水泥建筑虽然大，房间也多。可是但是就是做夜班的，并不是只有我们巡逻这些人而已，其实还有很多人。那其实像包括活动一开始像要举办那个开幕式的时候，一堆人在那边讨论，大家也都是讨论到3点4点啊，2点3点4点那他们也都是说可以去那个中心睡觉啊，所以。他们有考虑到这件事情，于是就有所谓的分配房间数量。那像分配给巡逻的房间是4间，所以好玩的就好玩在这4间。我们人数那时候做夜班的人数其实很多，这4间其实根本不够睡，就是你抢晚一点就没有了。所以他们所说的就是让我们就是做夜班的啊，或者是一些的 IST 有房间可以睡，就是有房间可以睡觉，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休息，甚至有热水可以洗澡，有点像是小噱头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它其实并没有这么美好，它其实是有蛮多限制的，就是人数限制，那包括还有性别限制，那男生2间，女生2间，所以就没办法去真的有那个让很多人能够进去睡。那接下来。那些蛮离谱的，巡逻期间我们会遇到厕所门被拆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有人很急吧，他们就把厕所门拆了。像这个好像是在哪里啊？这个是在 IST 那边的，就是在 IST 那边的有一间厕所，它的门就这样被拆了。这就是我上厕所的时候拍的，那一样就很简单了。那我们就拍照下来嘛，跟他讲说这是在哪一区，然后就回报给 HQ， 然后他们就会找人来修。后面那2张其实就是已经有点要接近活动快要中途离席，那就是中途终止的时候，这个女厕这就直接从门外被拆掉，那个门还放在旁边，然后它上那个门其实已经就是这张图，这个门其实它近看的情况其实蛮惨烈的，就是它上面其实被打出蛮多洞，就是有点像是被可能就是圆筒状的东西直接给穿刺。那这张图现在可能看起来还好，但是其实那时候我们近看的时候是蛮惊讶，就是哇靠，是谁有这么大力气把这个门做成这样子？好了，然后像右边这个有点，这是在那个无障碍那是学园区，但我忘记在哪个学园区了的无障碍的厕所那边拍到了，就直接把整个门给拆了，然后就把它放在那边。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人数不堪负荷啊，然后就来回用，然后不小心就把它玩坏了，或者是不小心就把它用坏了。所以其实这次大会的东西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坚固啊，或者是这个可能本来就在损失之内。好，那其实在这一次，我觉得我们需要做到比较多的，真的是
保护人员的安全，因为就像我们所知道的，这次的活动其实没有准备好，所以在我们活动期间也是来来回回有许多工程车进入或者是出去。那但是你也知道嘛，因为路就那一条，那所有人都必须要在那一条路上走。那虽然说他们那时候大会都劝他们说啊，你们走下面啊，你们走有绿廊的地方，你们走下面那个水那个泥沙的地方，但还是很多人喜欢走大马路，可能比较平吧，或者是怎样子。因为我个人也比较喜欢走，就是有铺那叫做有铺沥青的道路，就是走起来比较舒服。那但是就糟糕在很多工程车进驻啊，所以来来回回就变得非常危险。所以到后来我们也被通知说，那如果你在指挥期间看到，就是你在巡逻期间看到有人他走到了那个柏油道路上的时候，你就必须把它请下来，你就把它说，哎，你走到旁边，你走下面的绿廊会比较安全一点，就是尽量要让上面的柏油路就是尽量的净空，让车辆可以行走。那当然也是确保人员安全。不过我个人觉得那时候蛮震撼，就是怎么是活动已经开始这么久了？然后工程车也是来来回回的进驻，其实是真的蛮危险，就是各式各样的大型载具，所以我就这样就作为一张图啊，这一台吊车跟台坦克车有什么差别呢？都是这么危险的东西啊。好了，那其实接下来就是一些也是算蛮好玩的东西啊，像我们知道，就是这次大会哦，就是跟我们说有绿廊这件事情嘛。那绿廊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棚子，就是一个算是蛮长的棚，就是一个蛮长的棚子，然后旁边它就会种一些爬藤类植物，真的是爬藤类植物，然后就让它覆盖在上面，然后就阻挡太阳，然后中间上面那一排会一直喷洒水雾。那这张好玩在它的那个喷头坏了，所以它那个水是不断的冲下来的。虽然说，其实那时候我去拍照之前，下面好像有不少英国的童军在下面玩水，就是坏了，要不然就在下面一起玩好了，反正也是凉。那大家就一起在下面那个冲水，然后直到好像他们就玩完了就走，那我就过去拍一张照片，然后说这是在哪里？然后它的喷头坏了，那因为我们知道说就是在那个 Jamboree 期间，那蚊子很多，晚上蚊子特别多，所以其实大家晚上可能睡得都不是很好，再加上帐篷很小。Jamboree 的帐篷其实是Jamboree 的帐篷分配是这样，就是2个人一间。那当然在美国期间也是一样，但特别有趣是，他们拿双人帐给2个人睡。乍一听好像没什么不合理，但其实一想，有在露营的人大概都知道，就是2个人如果要睡得舒服，包括自己的装备，就是自己的背包可能要放好，2个人可能要睡3人帐到4人帐，当然现在当然是没有3人帐，所以是要睡4人帐，这样才是最舒服，就是包括有东西放的地方。所以大家其实都会到绿廊里面去睡，就是去补眠或者之类的。所以绿廊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地方。那如果有这么一个喷水，它突然爆了的话，the chance is for 是吗？我们在那边，那个是4个人的一个营，但是它是太矮，它不是很高，所以变成它会那个太挤。因为有你的兜风啊，你的包包进去里面的时候，变成就是很挤。它是4个人可以住里面的啊，原来它是4人帐啊，抱歉，但是美国呢不同，是因为他们是1.8米高，但是你的韩国的1.3米多，所以少很多。原来是这样子哦。对，难怪大家都说去美国的时候住的比较舒服。因为是差在这里，两边都做 CMT， 所以这个我比较清楚。哦，好，这我知道。那总之，大家就会在绿廊里面睡觉，所以其实有这一点，有这个东西在，其实算是干扰了不少人。那包括绿廊的用处，其实因为也是蛮多的。
包括大家会有时候去聚在下面交流啊，交换布章啊，或者说聊聊天啊，认识一些国外的朋友，甚至是中暑的人也会选择就是躺在里面稍作休息，就身体不舒服，我们会在里面稍作休息。所以我们就汇报说这东西在哪里啊，然后它好像坏掉了，然后好像就有人来修，其实也蛮快的。好，那下一张图呢，是我们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就是有一个水龙头，它直接被扶手给拆爆了，有点像是它就是直接转。那时候我们看它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水龙头其实是在地上，就是下面这一个，下面这个其实是水龙头的尸体，对，这个东西其实是水龙头的尸体的一部分。我们就在想这到底是得多大力才能把这东西给直接整个给扭断？那可能是当时就是不是很开心吧，或什么之类的。啊，总之我们就这样说啊，这个东西它坏了，所以我们就一样汇报上去啊，简单。然后后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来处理，因为那个隔天就不是我的巡逻地点了。然后其实一部分啊，还有一些蛮特别的啊，其实，在25届世界大露营里面，我觉得啊，看到什么其实应该就觉得应该是都不稀奇啊。你说车子不小心开到那个什么，开到路，掉到路外面，这是有可能的。基本上想一想，好像是不太有这个机会啊。但世界大陆营告诉你啊，这是有可能的。整台游览车上面载满的好像是要离营的那个的团员啊，然后整台就直接给他开到那个开到路旁边，然后卡住。所以我们那时候经过的时候就拍了一张照，有拖车要把它拖出来这样。然后另外一张这个其实更好笑，就是其实他们就是因为但是去的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在世界大陆里面，你可能没有电，你可能没有水，你可能没有好的食物，但是你一定有网络。所以呢，他们的那个电线杆啊，跟网络基地台其实是架非常多的。那这张图呢，那时候我拍的稍微晚一点，这张图是在我忘记是在哪一个第11号的公车站吧。然后那个是整条电线掉下来，对，它是整条电线掉下来。那我不确定是有人已经回报了还是怎样的。我们看到的时候就是有人就是已经有人过来要修了啊。对，它是整条电线掉下来。那其实掉下来的包括还有就是一起在上面的那个就是他们的网络分享器，所以就很特别，这东西怎么也会掉下来啊？这就是他们在修理的画面。好了。之所以说25届世界大露营无奇不有啊，特别那好玩就好玩在，就是有这么一个地图就这样直接被人拆了。对，这是那个架在路旁边的地图。对，他不止被拔起来了，他还被折了3次，然后脚被打断了，然后就让他躺在这里。然后我们看到哈哈，这是地图吗？那我们那时候路过就把拍照，然后就汇报上去。那右边这个其实是其实是我就是路过的时候拍的。那就是他有个人穿着 cos 服，然后手上拿着一个标语，那距离有点远。那这其实是我放大过的照片，所以可能有点模糊。所以那我就帮他拍了一张照片。那其实，在巡逻期间呢，其实不止在巡逻期间呢，在世界大露营里面，虽然说很多站点可能是没有处理的很好，或者是没有做的很好，但人很有趣。我觉得世界大露营好就好在人与人交流的过程，甚至是帮助人们的过程。那其实像这个是在垃圾就是在丢垃圾的地方。其实这东西一开始就是在政府人员进来之前，这些垃圾是我们巡逻员要去处理的。包括你看到现在这么多的垃圾堆在那个没有那就是没有人经营的垃圾场里面，也没有人来把它拖走，我们就必须要拿一台推车，然后装着要分类的垃圾，那我们要把它推到另外一个回收站，那边有人去处理，就是这个地方没有，但另外的地方有，就很神奇，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们就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那直到后来，好像很多人就是 complain 这件事情，然后就罢工啊，为什么我要那边推垃圾？不要，烦死了。然后就
好像上去讲一讲啊，然后好像后来才有人就是来就是整理垃圾，所以一开始这其实是就是刚开始好像第二天的情况啊，没有第三天的情况其实就这么多垃圾了，对，所以我们巡逻其实有点，对，是啊，我们巡逻其实蛮有点像，真的是算蛮工具人的啊，就是哪里需要，那我们就去帮忙哪里。讲难听一点，就是，有那时候哪里有缺，我们就补哪里这样。那我们就真的是被叫来叫去啊。对，这个是蛮好玩的。这个是在大会结束的前三天，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国家要撤营还是怎样，然后我们就看到德国他们剩下很多，他不要了，拿出来。哦，是吗？对，因为他本来要去他的 food house 里面卖，但是因为太多买不了，要撤营的时候，他就不要了。哦。总之我们就看到酒，因为我们就是有做 safe from harm， 应该都会知道说，就是酒其实是不能喝的，喝了你就被赶出去。对，这个是领导的，这个没有酒精的。对，我们是不能有酒精的。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路过看到这么多酒，因为我其实没有走到那个什么，就是他们卖食物那边对我来说有点远，再加上我个人的活动区没有到那里，所以这一点我不知道。原来是有人来卖酒。有，他们每一年都有，每一个每一个大陆行都有一个这样子的，因为他们德国出名的是啤酒嘛，他就是把它变成没有酒精，就是零度的拿去卖，所以这个常常会有的，但是问题是说我们说，因为他们在太阳下面暴晒了3天，不清楚那个酒精有没有增加。这个是我们因为他们就是把它在太阳底下晒了很久。哦，了解。那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一个因为我个人是不知道原来德国是有卖这件事情，那所以我们就拍照。那时候跟我伙伴就是拍照，就是说，有酒这东西怎么办？然后那个就是算有点像是我们就是我们巡逻的处理的，就是处理的负责人他就说，附近有喝醉的人吗？他就先问我们这个，然后我们就有点看了一下，没有人在喝，然后我们就说没有，那就只是有酒而已。他就说好吧，那让他想想。那之后好像就是在隔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发了在我们的就是群组里面发了一篇文章，发了一篇那个 SOP 流程。这个流程是针对喝醉酒的流程，就是说你遇到喝醉酒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让我找一下好，那个标准那个时候喝酒的标准作业流程。好，然后说那一天他是这样讲，他就是说drink people， 然后 special on parties there are many going to on us of today， 就是说今天有特别多活动，所以呢大家要确保那个什么有没有喝酒的人。那标准作业流程就是这样说，如果你遇到有喝酒的人呢，你就先那个什么参加，就是要先确认他是不是已经成年的人。那我们很简单可以用牌子来辨别。那粉红色牌子跟紫色牌子 IST 跟团长还有 CMT， 这个就肯定是成年人嘛，这不用多说。那喝酒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就确保他们有没有喝醉而已。但如果他今天挂的是蓝牌子，然后给你拿一根给你拿一支啤酒在那边喝的话，那你就要去处理他了，那他就完蛋了，他就倒大霉了。
那我们就要直接打电话到 CSR， 然后去询问他的那个时候就是 Safe from Harm 人员，让他们，然后并且叫那个童军就在那边等着，直到就是有 IST 的成人，或者是说他们团长的他们团里面的成人来接他们，然后他可能会被做一些处置或什么之类的。那如果是成人的话，他说有4点叫我们去做处理，因为成人可能就是喝醉酒之后攻击性比较强，或者是他们可能比较病。那因为我们在保护别人安全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保护自己的安全，所以他要先告诉我们说怎么办。那如果他们有酒精，就是他们手上拿着酒，没收销毁，直接销毁哦，是真的是叫我们直接销毁，就是他看到他在喝，那就把它喝掉，不是把它倒掉，就看到他在喝，那就把它拿过来没收，然后把它倒掉。然后询问他，你们有没有喝过酒？就是说，因为他可能只是拿着而已，他可能只是拿着，然后他可能也还没喝，所以也还不用处理，因为也还不用那个喝醉酒的人的处理方式去处理他们。那如果这个人他已经喝了，或者是说他甚至已经喝醉了，那我们就必须要就写下他的名字，那他包括他的就是大会的 ID。然后像他们的电台，就像我们的电台报告，就是有这个人他做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那边算是总部嘛，他就会就是算是对要我们对他进行警告，就是说，警告一次哦，这 Safe from Harm 里面已经有说过了，那个你这个成年人，你也是做过 Safe from Harm 才进来的哦，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情不能这样做。然后所以说我们需要警告他们一次，那边也会有记录，就是说，他们已经丑一了。那如果他们做过再第2次的话，他们就必须得离开营地。所以其实整个大会在酒精的那个管制上其实是蛮严格的。那那接下来还有就是，如果我们遇到醉酒者，他表现出了暴力啊，或者是已经开始破坏了某些行为，或者是他已经造成了威胁，那我们就要必须就是立即打电话到 CSR， 那就并且按照营地的那个就是撤离的那个指示，就是那个不好意思哦，那个你现在可能就是你已经违反了怎样的情况，那可能必须得把你得把你送出那个大会的那个活动范围。那当然呢，其实有些人已经被举报过，但他们还是能够那种莫名其妙的溜进来。像我记得有一个伙伴就说，昨天不是说他喝醉酒，他喝酒，然后就已经确认他被警告了，就是已经要出去了，但是他怎么还在这里？那时候他就问那个 HQ 里面问说发生什么事，然后那时候他怎么还在这边？就是他可能眼睛，他真的就是观察力很敏锐的一个伙伴，那他就发现了，好像是葡萄牙的嘛伙伴，他就发现这件事情，他就说，我说，他怎么还在这边呢？然后后来就去，就是他就上前了询问说，就是确认他的名字跟他的 ID 卡，然后发现是同一个人，就是已经就确认说要把他脸上赶走的那一个人的时候，那就一样就去问说，就跟他讲说，你可能那个什么，你可能必须离开这里。然后后面的情况，因为那时候我有点急，其实没有看清楚到底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他应该也被送走了吧，我猜啊。好，那其实我觉得服务这点，就是包括 IST 这点，其实我觉得最快乐的，真的就是在帮助别人。那贝登堡这曾经讲过，就是罗伯特·贝登堡他讲过，快乐不会从财富啊、成功的生涯以及自我放松带来。那真正快乐的途径是带给别人快乐，也就是为别人服务。那只有当你努力给予，那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那其实这点也就是我们 IST 的算是的服务宗旨啊，那也是有点算是我自己的信念。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一样是，那其实话讲到这里，其实我觉得我关于这次Petro 的工作内容算是讲了，其实算是差不多了。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期待波兰的2027年。好，那接下来是我今天去那时候也少做一下闲聊时间。那
刚才我讲那些事情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有没有人可以那个什么，就是跟我一起聊聊，说这是大家对大陆营的看法或者一些疑问。是。Hello，伙伴，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询问一下，就是你说你们去巡逻的时候，是你自己一个人去巡逻吗？因为你刚刚有秀，就是你们有一个 team 嘛，那你们没有像警察在巡逻，台湾警察在巡逻也是2个人一起去巡逻，那你去巡逻的时候是自己一个人去巡逻吗？然后还有巡逻，你有一定的路径吗？就是因为World Scout Jamboree 那个场地好像还蛮大的，那你一个人可以逛完一整圈吗？也很难，对不对？那它有一定，就是它有一定给你的负责的一个 area 嘛。然后还有，因为我没有去过 World Scout Jamboree， 那个 listening ear 是什么东西？可以解释一下吗？谢谢你。好，可以。那其实就是我们小队其实很特别，就是它有分6个人跟5个人的。那我比较幸运，所以被分在6个人里面。那个什么，就是我们的 boss 就是说，因为他只有发2支无线电，所以他就会说，那尽可能我们就大家就走在一起。但后来我们就是稍微讨论一下，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的，就是看不到，他被打码掉了。那我把它丢，那时候我是用照片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好，那稍微等我一下。那我们就决定分成2队去那个，去就是巡逻。那我们确实在巡逻范围上，我们其实确实有那个，有规定的巡逻场地，就是其实我们不是真的就整个场地走一圈，因为那个场地其实是3公里，就是长8公里，宽3公里，还宽空5公里，所以其实我们是真的不可能走完的。那要走一圈不知道走多久，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小型，就是有规定的巡逻区域。那在这边稍等我一下，我还是没有找到我的照片。可能我帮保一下，就是通常他们是有一个 sub camp 去巡逻，所以他们分队要去 sub camp 里面巡逻，所以他们巡完他们的 sub camp 之后，就是完成一遍，所以通常都是他们分队分不同的 sub camp 去里面巡逻。好，那就稍微等我一下。那所以有一个人是总负责的人吗？比如说你是6个人一个小队，那有就是像小队长之类的。在一个叫 Staff Hub 里面的一个像总部一个地方之后，给他们一个分派他们工作。那我是不好意思。好，然后是这个啥来着？好，那像这个就是我们我们的规定的那个巡逻场地，其实是分1到17。那一个范围呢，其实就是像这个是11就是这个区域，然后像10的话就是这个区域。那1、2、3，其实这个就是看得出来，就是有黄色跟蓝色，就是作为分界线。但比较痛苦的就是，因为仔细注意到12、13、14、15这几个比较紫色比较奇怪的数字。对，他们这几个要做的事情是海岸线，而且是走很大一圈，但中间其实就可以不用太在意。他们主要就要去注意的就是包括就是海边啊，或者是说就是比较边界有没有人就是越进来，或者是可能出现一些就是
有危害的那个生物进。所以像我记得有2天我被分配到12，我就真的要真的就是在这一段就是海岸线这样走，然后绕一圈，然后晚上的时候在海边，其实还蛮可怕的，特别是当你发现空无一物的那个草地上，突然有2只鹿给它跑过去的时候，而且又很安静的时候，是真的会吓一跳。对，所以对了，那边有鹿是真的有鹿，我看到，所以那边其实是蛮特别的。那好，然后刚才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就是listening ear 是什么？就是 listening ear 其实是有点像是心理辅导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去那边，那你可以跟他说，我觉得我压力这次来这个活动压力有点大，那我可能需要找个地方休息，或者是我需要有一个人来听听我讲话。那 listening ear 就是给你休息跟让你放松你心理压力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就是医院是处于你生理上生理上就是有出现伤口或者一些问题的地方。Listening ear 呢，就是处理你心理上的一些地方，可以这么说。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可以这么说。其实因为我们的 listening ear 很多时候是给一些他本来已经有一些 depression 还是有一些就是他 emotion 的问题的人，可以进去里面可以给他们有一个空间可以聊，因为有时候他们在一个营队那么多天的时候，他们可能有一些他们情绪的问题，所以变成他们会要去这个 listening ear 比较好一点这样。对，概念上其实就是这样。所以 listening ear 里面有辅导师还是心理师在里面，还是就自己进去让自己安静的地方？里面有一些就是有辅导师在里面去听还是有一些是social worker 就是社工在里面听你们要讲什么，开心不开心都行。谢谢团长。所以 so they just speak English， 我如果可以进去讲中文，他听得懂吗？他也听不懂的。如果你找到一个是台湾还是马来西亚、香港，应该没问题。不然的英文。其实这一次台湾很多 IST， 像我个人遇到就6个 IST 都是做 listening ear 的工作。那 listening ear 好像轮班的好像制度是少一点。就是大家一样是有休息，但是没有所谓说早班晚班，所以其实你去那边基本上都看得到他们。那其实场地上的 listening ear 的诊所也不多，那香港啊，然后台湾啊，然后马来西亚的伙伴真的很多，有不少人在做 listening ear， 所以讲中文应该能通，但来都来了，我会个人觉得就是训练一下我自己的英文，所以其实讲中文是会通的。了解，谢谢。其实这次的大陆营其实算是，真的是就是其实算是真的让人很印象深刻。那其实包含不只是在活动上，甚至是你要如何去面对的那些困难，我个人认为都是蛮特别。跟你们讲，刚刚你不是说还有什么工程的车子镇区里面营队嘛？那个营地，因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那个工程还没完成，他们的完成的时间是我们这个营队完成的时间，所以变成就是很多还没做好，所以变成很多工程的车走来走去。可是听说好像有一个硬体设施，它的完工期限是明年的6月，明年的6月。对，所以整个都不是很ready。
所以其实我有一个疑惑，他完工就是明年才会好，那 World Scout Jamboree 已经结束了，那他们要拿这个场地做什么？哦，这个场地他们是用来建楼宇，就是建房子去卖的。它是本来是大概1/3做公园，之后2/3是做那些楼宇去卖，给人家做房子，所以变成他们有很多都会很慢才做好。所以原来这里，所以原来这里原本是被预计是要做成建房子的地方。还有就是说啊，这里讲一下，就是这个营地，他们说8年前已经说it's not fit for camping， 就是这个不建议去做露营的营地。因为这个是 landfill 的地方，那是填土填出来的，他们很多那个有害物可能会对人体有害，所以变成了不建议去这边做大陆行，但是他们继续。对，因为像其实真的是填出来，所以我们在路上其实有发现，就是在一些算是原本就是在童军来之前，就是在就同学们来之前，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地上其实有很多垃圾，那其实像包括玻璃碎，就是就是玻璃碎片。然后那时候我个人是有拿一个袋子把我看到的就装起来，然后拿去附近的地方丢。所以对，场地真的是算是蛮危险的，就是它不是一个真的适合露营的场地，我觉得。还有就是说，他们因为之前他们有人在里面去勘察的时候说，这里不可能种这树，不可以在这边种，树会死掉的，只有这些草啊那些在这边可以生存，所以变成你找不到树啊，所以变成8年来都没有树在里面，所以原来这里对。还有就是说，之前的不是说人跟车正路，是因为他们没有跟他们讲可以走下面的那个绿屏，其实那个绿屏是给他们走，人不要走去那个公路里面，但是他们有个指示给他们，所以他们觉得路就可以走这样子，所以变成有很多人给车撞到。送去医院，尤其是那个Open Ceremony 哪一天，因为很多人在排队啊那种，所以变成比较那几天其实不是很好。不过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就是他们真的没有设计好的地方，因为包括人车分道这件事情啊，确实是要做出来的，但因为像我们知道，就是在刚才那叫在像是在这个17到19中间，这里对有这个河的地方，甚至在中间有很多一样，就是算是排水的地方。他们其实是，就是它其实是会没有办法，就是绿廊是没有办法直接穿过那里，所以就是你还是一定得走到桥上面，就是一定得人车争道。因为他们之前下雨的时候，有吃层的地方是镇水的、淹水的，所以变成很多他们没有时间去修理。哦，原来是这样子。对啊，因为他们，我们过去之前1个礼拜还在淹，因为那时候是打台风嘛，它就是一场雨就变成有7成的地都是淹水的。这个真的，因为我之前去过日本那个大陆营嘛，跟这个来比，其实这个哪边是比较都是很热，但是这边更烂，只可以这样想说，因为他们的所有的真的是还没 ready 了，所有东西都是还没有准备好，没办法。
然后这边看到就是原本露营团被要求走绿廊，然后后来叫走马，真的假的？他们等你走马路？对啊，他们不清楚嘛，你没有跟他讲，就是他们会选择是走马路啊，因为平常他们在家都是这样子做。不是，是后来他们叫我们直接走马路，他后来在中间就得到，然后就叫我们走马路，就是我们有得到这个讯息，叫我们走马路。因为他们有一些还没 ready 啊，就是没 ready 的时候，你走下去就不安全，他们叫你走马路，但是主要你们应该要走回来下面才安全。原来不是，我确实这次在活动中也是有蛮多就是讯息，有点像是讯息不对，那时候讯息不对等的地方，就是可能我收到讯息跟你收到讯息是不一样，所以就出现了很多。还有就是为什么你说那个喝酒了，为什么我们赶他们出营地，为什么他们还会来？因为他们的 system 是经营是一个 system， 出营的是一个 system， 他们分开的，对不了的，所以他们走了，他们不清楚，他们进来的时候就继续进来。原来如此。好，谢谢大家好，我们今天实在是太感谢我们的玉清伙伴哈，今天的整场的演讲，今天带给我们大家的内容，我想其实真的很多是非常的宝贵，也许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沉重的现象，我想有参与到的都我想应该是大家相对的清楚，也不能讲说都清楚了哈，原因是毕竟说真的，虽然大家都在同一个营地，营地真的很大，每个单位都有不同人在带领，那不同的人在带领不同的主角，就是以及处事者的一个方式，都直接决定了各位每个人，就是包括其实每个人身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接收到的讯息是真的是很不同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陆陆续续的一集一集的，如果我们可以邀约到不同的身份者的这样子的一个伙伴呢来参与，那我们就尽可能参与，让大家可以针对就是这些事情更全面。就是真的，我觉得没想到玉清的分享实在是太厉害了，他真的是给真的是我觉得是相对的完整的讯息，真的。那对于就是巡逻的这个部分，我以前感觉是很空。哇，经过玉清这么一讲，哇，原来巡逻这件事真的超级不简单呢。对，就是需要好多的能力，这些的能力都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直接可以应付得来。那很厉害的是这么年轻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想要服务的精神，而且刚有听到玉清是不是还希望后续还是有机会还是继续做，就是给予这样的服务？你看我们从他的最后一页，刚才贝登堡的他给大家的这些讯息，快乐不会从财富、成功的生涯以及自我放纵而来，真正得到快乐的途径，哇，这后面这句话超级重要，则是带给别人快乐，也就是为别人服务。只有当你努力的给予时，才会是最有价值的事。哇，这个讯息真的是，就是说真的，我真的从当天第一天遇到了玉清的那一天，我就满满的感受到他身上有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在。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邀请了玉清到贝学院这边来，让大家认识我们的玉清。玉清，为你感到骄傲，感谢你是大家的好榜样哦。那我们也谢谢寿敏哈，就是玉清的爸爸培育了这么优秀的伙伴，真的是厉害厉害。好，各位伙伴，玉清辛苦了哈，就是今天你看9点到现在10点10分了，我们现在大家来一张合影好吗？我把那个我们分享的画面我们就先关掉。那好，大家都在了哈。都在咯，那镜头有开了吗？愿意让我们看到你吗？来，5秒内我们就直接决定了，好不好 ？OK， 那有想要3指的可以举3指，那如果不想也 OK。好，
那我就要这边截取画面喽，3、2、1，好，那我这边让我相机拍一下哦，一下哦3，好的，成功，今天超级成功的。感谢观赏费学院讲座，记得帮忙按赞、订阅、分享，谢谢。